上个月，也就是今年3月，达赖喇嘛的回忆录《为无声者发声》的英文版正式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达赖喇嘛今年已经90高龄了大家都在关心这达赖身后还会不会转世，还会不会有第15任的达赖喇嘛呢？关于这个问题达赖喇嘛在2011年的时候，他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有可能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不一定转世了，或者说有可能通过选举产生下一任达赖喇嘛，甚至不排除会出现一位女性的达赖喇嘛。这个消息传回中国，中国政府恼羞成怒2015年中国政府就专门谴责达赖喇嘛，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如果不转世的话，这是对藏传佛教的亵渎。我当时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挺荒唐的。为什么呢？你想想，中共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什么宗教都不信那死后他们都把骨灰撒了的，对不对？你想想1954年达赖喇嘛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毛泽东拉着达赖喇嘛的手就跟他说，宗教都是毒药毒害人民群众的毒药，让他警惕。你想想，所以老毛就根本不信什么藏传佛教，但现如今这什么都不信的中共却坚持认为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必须转世。但是相反呢，达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人家说了，我不一定转世了，也许我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世间的很多事情真的其实看起来挺荒唐的那关于达赖喇嘛是不是转世呢？达赖喇嘛在他自己的这个回忆录里头，最后也讲了他说2011年，志同他接受媒体采访之后收到了全世界各地藏区很多藏民的信，大家都跟他说，请求他一定要转世，因为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这个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他决定还是转世。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他说下一任他的转世灵童不能出现在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的藏民大概有600多万，其中在中国境内呢，大藏区就西藏自治区加上青海加上四川那么这些地方呢，一共加起来有600万。在海外呢，尼泊尔印度加起来呢也有几十万你比如说印度有10来万这个藏民，当年是跟着达赖喇嘛一起跑到印度的。印度政府呢就把它安排在印度的南部5大藏民聚集区，在那儿生活。所以这呢有几十万藏民，然后在欧洲在美国还有一些零星的藏民聚集所以达赖喇嘛就说，我未来的转世灵童一定会在这些地区。我估计这个方案中国政府一定会反对。所以围绕着转世灵童的斗争现在才刚刚开始呢。我今天就来讲一讲达赖喇嘛自从流亡到海外之后，跟中共的明争暗斗，也包括双方这几十年的过程中进行过的一系列的秘密谈判，曾经也有过差一点谈判成功签署协议的曙光，也包括最后我也讲一讲我对达赖喇嘛这个转世灵童问题的认识这一任的达赖喇嘛按照藏传佛教的世系呢，他是第14任，第13任的达赖喇嘛呢是1933年去世的。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你上一任的达赖喇嘛去世的时候，下一任达赖喇嘛就转世投胎了。所以一般过去3、4年之后呢，寺庙里的高僧根据大卦就到所有的藏区里去寻访转世灵童。1937年的时候他们就在青海的一家牧民家庭里找到了现在的这个达赖喇嘛，当时他的名字叫拉莫顿珠。据说当时要把拉莫顿珠送回到拉萨的过程中，当地的军阀还不同意是藏民给了他们30万块大洋1938年，国民政府就认定现在这个拉莫顿珠呢是转世灵童，不用金瓶进签了然后1940年的时候搞了坐床典礼。1950年的时候，17岁的这达赖喇嘛已经开始主政西藏了，因为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制度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同时也是西藏这个政府的首脑所以1950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主政西藏了嘛。这个时候解放军开始兵临城下，最终呢打不过嘛，就签署了17条的这个和平协议。按照中共来讲，17条和平协议之后呢，西藏就和平解放了。但是对于西藏来说呢，这是城下之盟。1959年的时候中共就说西藏搞叛乱，那么西藏人就认为中共呢没有遵守这17条协定，最后没有办法了，达赖就带着他的随从从拉萨一路就流亡跑到了印度。到了印度之后呢，达赖就在达兰萨拉这个地方呢重建了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到现在有议会、有首相、有法院像模像样有一个政府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啊，这流亡政府跟中共之间也有一些秘密沟通的渠道。这些秘密沟通的过程啊，中共从来没有公布过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它系统的讲一讲啊。这事情呢，最早呢是要从1979年开始讲起。这达赖呢有一个二哥叫加勒顿珠，这加勒顿珠啊，当时1959年的时候跟着达赖一起跑到了印度啊，在达兰萨拉的政府呢也干了一段时间。不久呢，他就下海经商了啊，赚了一些钱。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就移民到了香港。60年代的香港风雨飘摇，也搞文化大革命啊，所以很多人都从香港逃离啊。所以那个时候房子特别便宜。这达赖的二哥呢就觉得香港不错啊，就用35000美元买了一套公寓，又拿了15000美元，觉得在香港当愚公也不错啊。这日子啊一转眼就到了1979年。1979年，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啊。有一天，香港新华分社的副社长叫李菊生，就托人找到了这个加勒顿珠，说要跟他一起吃饭。这加勒顿珠一开始还不同意，后来就中间人撮合，说你吃顿饭嘛也没什么嘛。后来双方呢就私下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李菊生就跟他讲，邓小平啊想邀请他到北京去，想跟他见面。这加勒顿珠呢当时就一口回绝了，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达兰萨拉的官员了啊，我不想去掺和这事儿了啊，而且呢我也挺忙的。这李菊生就说，邓小平非常想要见你，甚至可以说你早上去，你晚上就回来都可以啊。这加勒顿珠就说，那不行啊，我现在是达赖的哥哥，没有他的首肯，我也不能去跟中共直接联系啊。所以后来李菊生就跟他说，你跟你哥联系嘛，是吧？后来呢，加勒顿珠啊就跟达赖喇嘛联系啊。达赖喇嘛当时就说，接触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以私人身份，而且呢也不能谈判，只是听中共要说什么。于是啊，就在1979年的年初，这加勒顿珠呢就乘坐了飞机，就赶到了北京，要去见邓小平。结果无巧不巧啊，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啊，邓小平刚刚离开北京。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一年那不是中越战争爆发吗？邓小平就跑到广西前线去指挥去了啊。这加勒顿珠到了北京之后呢，跟邓小平是失之交臂。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啊去接待他，在这枚大会堂给他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啊，说70-80位官员呢现场欢迎他，还现场问他说啊，就是你们这个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这几十年过得怎么样啊？他就说还不错啊。他说我们那边是新建了学校，新建了寺庙，也包括有自己的政府，大家生活还可以。那在北京等邓小平期间呢，就给他安排做一些这个参观故宫啊，这个雍和宫啊，也包括这个西黄寺啊。他说他看到的时候啊，心里特别伤心。为什么呢？他说这些啊皇家建筑，也包括一些寺庙呢，他去看的时候满目疮痍啊，那整个故宫啊就像一个鬼屋，都没有人。然后呢，院子都特别破败，也包括那些寺庙啊，几乎那些僧人都被赶走了。所以他就说共产党是造孽呀。他当时还跟乌兰夫交流说，他每到之处，很多地方都说为人民服务，他说这都是假话，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哪个地方为人民服务了？乌兰夫还对他表示首肯。乌兰夫啊是一个蒙古族嘛，所以呢，他当时作为统战部的部长，他蛮同情藏族人的遭遇的。因为他在文革期间被整成内人党啊，也被打击，也被关押。但是他跟达赖的二哥就讲啊，他说这是历史的错误，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啊。等来等去，邓小平啊，终于回到了北京。邓小平见到了加勒顿珠的时候，就讲了几句话。他说，关于西藏问题啊，独立是没可能的，任何一届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不可能讨论西藏独立问题。但是有一点，除了独立以外，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他希望加勒顿珠啊，来把这个消息啊传给这个达赖喇嘛。那么当时加勒顿珠就说了，他说我只是来听的啊，我没有什么意见。邓小平就说，那你用自己私人的意见你提一提啊。他说那我就提几点。他说第一点呢，他说中印边境啊已经封闭了20年，当年呢很多这些流亡藏人呢跑到了印度啊，那跟自己的家人之间就断了联系，这亲人之间呢也不能相聚，甚至都没有音信，最好能够开放。甚至有些人还愿意回到西藏去定居嘛。邓小平一听说可以，没问题，说中印边境就开放了。第二个，他就是关于班禅喇嘛的事情，因为这个加勒顿珠到了北京之后去见了班禅，当时班禅是刚给放了出来。班禅当时不是因为在文革期间写了7万言书吗？就被老毛给关到了秦城监狱吗？放出来之后还没平反，他见到班禅的时候，班禅就跟他说：“你要见到邓小平啊，你给我求求情，你看我这种状况没人管我嘛。”
所以他当时就跟邓小平说：“班禅喇嘛，你们应该要好好对待他。”邓小平说：“那没问题，我们马上把他安排为政协副主席。”第三个方面，他就说，现在这个藏族地区啊，很多地方的人都不会用藏文了，我们希望能够派一些藏语的教师到那去教大家藏语。邓小平说：“这没问题，你想派多少？”那加勒顿珠说：“我们一年派20-30。”邓小平说：“太少了，你可以一年派1000人。”所以当时啊，就双方相谈甚欢，甚至加勒顿珠还说希望在北京啊能够建一个达赖的办公室，双方便于沟通嘛。邓小平当时都同意了。加勒顿珠回去之后，就把这个消息啊转达给了达赖喇嘛。后来呢，中国和这个达兰萨拉之间呢就达成了一个协议，由达兰萨拉派4个代表团到藏区地区啊进行访问。因为达赖啊，这个喇嘛这些人流亡到海外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西藏，所以他们对能回到西藏呢也非常渴望啊。所以从1979年到1982年，这达兰萨拉先后派了4个代表团到西藏进行访问。当时啊，都是统战部的这些官员陪同他们，所到之处啊，确确实实让人觉得非常痛心。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那些藏传佛教的寺庙啊，几乎都给毁掉了，那当年的那些喇嘛都给送去给还俗了，所以所到之处啊，非常非常的令人伤心。而藏民见到了达赖喇嘛派回来的代表啊，那都紧急的围了过来啊，把他们团团围住啊，很多人给他递纸条。据说在达兰萨拉现在的档案馆里保存的有7000封信，都是当年藏民呢在这4个代表团访问西藏期间给他们写的信。他就讲，当时文化大革命时期啊，这藏民非常非常的惨呐。1960年到1962年大饥荒时期啊，当时解放军的军营外面死马，就是那战马死了之后丢在外面，那些藏民的孩子啊，饿得没办法，就去生吃那些死马肉。这都是那些藏民啊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呐。那么当时啊，据说中国政府啊跟这些达赖喇嘛的代表团也发生了一些冲突，那肯定是不希望他看到特别悲惨的一面嘛。他们当时的解释就是说，不光藏民当时受迫害，汉人也受迫害嘛，通通都受迫害嘛。但有一点，据说邓小平当时说，是没想到啊，这个汉人呢在西藏搞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统治啊，一夜之间又回到解放前了。为什么呢？他们以为达赖喇嘛流亡到海外之后，这藏民对他就没有什么兴趣了。没想到这些代表团赶回到西藏之后啊，这藏民从4面8方赶过来啊，来迎接这个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这就说明达赖喇嘛的精神影响力在西藏地区仍然非常巨大。那么后来呢，这达兰萨拉呢跟中国政府之间就陆陆续续开始进行一些谈判啊。这谈判的背景啊，就是达赖呢，在1986年的时候，在美国不是搞了一个5点声明吗？这5点声明就说他不追求独立，而是在西藏能够追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的之自。那么这个呢，被认为啊，就是他态度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嘛，因为过去他总是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1987年的时候，他在欧洲啊又搞了一次7点声明，在欧洲的法国啊、欧盟议会的里头演讲。演讲的过程中，他这个7点声明呢，算是达赖喇嘛的跟中国政府谈判的一个政治主张。这里头就讲到了，他说外交权可以交给中国政府，外交权中间的一些商务啊、教育啊、考察啊这方面，可以由西藏的自治政府来决定啊。与此同时呢，西藏应该有一个自己的2院的议会，然后自己独立选举出来的政府，然后这独立选举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藏族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的这个人选等等吧，大概一共是7条。那么这个7条呢，也被当作是达兰萨拉跟中国政府之间谈判的起点，呼吁中国政府啊跟他们进行谈判。当时中国的统战部部长是严明富，也是胡耀邦这一代的，相对来说比较开明啊。那当时的达赖的这个2哥一直也是作为达赖的特使啊，穿梭于北京跟达拉萨拉之间。据说严明富啊，当时啊还是蛮诚心的，他当时就跟达赖的2哥讲，他说这个你在欧洲的这个7点声明啊，我们不同意，但是可以把它当作是谈判的一个起点，咱们可以谈嘛。出于对达赖喇嘛的尊重，他说在1989年的时候啊，你们可以选这个谈判的地点和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啊就告诉了加勒顿珠。这加勒顿珠就回去了，回去就跟达赖讲，非常开心呢，双方马上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了。结果这个时候啊，印度的情报机构的人就反对，说中国人他不可信，你们千万不要跟他们随便谈，你们应该跟中国政府对着干，要争取西藏独立。
这加勒顿珠啊，对印度情报机构的这些人就有意见，他认为印度人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有自己的利益。藏族人跟中共打仗的时候，那印度人也没帮忙。现在印度人看着这个藏族人要跟中共要谈判了，他又在中间横插一杠子。结果呢，他就回到了这个香港嘛。结果回到香港之后呢，他就发现啊，达兰萨拉突然就开始宣布说，在1989年的1月15号，在瑞士，中国政府应他们的要求要开始谈判了。这个消息一公布啊，当时这个加勒顿珠就觉得非常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告诉中国政府呢嘛，你就自己单方面的宣布嘛。宣布完之后，当天晚上严明富的电话就打到他这儿来，说你赶紧来北京。他就连忙赶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严明富非常不高兴，他说：“我们之间谈判总要有一些互信呢。我出于尊重，让你决定时间和地点，你得知会我们，我们同意了之后才能双方共同发表。你哪能还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你们就直接公布了呢？这个太不尊重对方了吗？”这加勒顿珠就回到达兰萨拉，就说：“为什么呀？是吧？”那最后就觉得这就是印度人跟达赖他们说你们自己有权独自宣布这个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结果实际上等于把达兰萨拉给框进去了啊。那么加勒顿珠就说，这实际上是跟中共谈判过程中第一次失去的机会啊。第二次机会呢，他说就是紧接着1989年1月份呢，班禅喇嘛呢就圆寂了。圆寂的时候，邓小平当时就做了一个提议，就希望达赖能够回国主持班禅喇嘛的告别仪式。于是他就指示这个赵朴初给达赖写了一封邀请函。这消息传到达兰萨拉啊，后来就是达兰萨拉的这个行政体系的人也反对达赖喇嘛去出席，因为当时邓小平的意思就是说，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回去也不谈，只是主持一下班禅的告别仪式，然后呢跟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呢见个面，大家取得一些互信嘛。因为当时啊，中共的那些领导人呢，达赖喇嘛在1954年去北京的时候都见过，双方还算是有一点交情嘛。结果非常可惜，就是达兰萨拉这面人呢也拒绝了，就说时间安排不过来，没有去。说加勒顿珠呢也认为呢这是失去的第二次机会。他说第三次机会呢就是班禅喇嘛的这个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当时班禅喇嘛寻访的时候啊，当时西藏这方面呢有一个寻访工作小组，这寻访工作小组的这个人呢叫恰扎仁波切。这恰扎仁波切呢也是一个活佛啊，当时领导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他当时呢跟中国的中央政府也有一个默契，就给达赖写了一封信，就希望达赖喇嘛呢在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中起到指引作用。因为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啊，班禅和达赖啊在历史上是互相认证，互为老师，也就是班禅的转世灵童由达赖来认定，那么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由班禅喇嘛来认定。然后在班禅小的时候呢，由达赖作为老师，达赖喇嘛的小的时候由班禅作为老师。所以达赖喇嘛现在面临转世灵童啊，就需要达赖来作为认定，要让他做指引。双方啊就一直有沟通。沟通的过程中，一开始找了3、4个灵童啊，后来这个恰扎仁波切呢就确定了一位，确定了一位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名单呢就告诉给了达赖喇嘛了啊。结果呢，这个达赖喇嘛双方沟通完之后呢，就突然宣布，他准备第2天宣布这个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喇嘛的这个转世灵童。这消息传到了加勒顿珠那儿，加勒顿珠就觉得这不对呀，这应该通知中国政府啊。所以他那天啊下午5点钟收到这个消息，就连忙给北京的统战部打电话。他说那都下班了。后来晚上9点钟的时候，好不容易联系上了民政部的副部长。那民政部的副部长听到之后非常暴怒啊，说这是太不像话了，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所以第2天，这个达赖单方面宣布这个名单的时候啊，中国政府马上态度就变了，就开始连篇累牍的指责达赖喇嘛，说他是分裂祖国等等，然后就把他认定的那个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立刻就给弄走了，失踪了，从此就不见了。然后呢，中国的中央政府又组织了一套这个所谓的金瓶撤迁的这么仪式啊。最终那个金瓶撤迁，大家看过那个阿加仁波切的那个节目的采访，那实际上是做鬼的，就中国政府认定的另外一个这个灵童，最后把他认定为新的班禅喇嘛。当然这个班禅喇嘛呢，达赖喇嘛一直不承认啊。那现在已经30多岁了，那这是一段历史的公案。
就加勒顿州就认为呢，就从上个世纪1979年开始啊，一直到1994年，实际上中间是有3次左右的时机，双方是有可能建立互信的。但非常可惜啊，历史的因缘不凑巧，最后呢，双方是渐行渐远。到了江泽民时代呢，江泽民呢就变成了一个守成之君呢，对西藏问题呢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啊。所以从1994年之后呢，这达赖喇嘛呢跟中国的中央政府之间就没有正式的谈判了。一直到2002年，胡锦涛上台。这胡锦涛上台之后呢，要在国际上营造一个这个开放的中国的形象，尤其是2008年还要搞奥运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跟达赖喇嘛的团队又开始重新进行谈判了。当时达赖提出来想要到五台山去朝圣，因为他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信徒啊，五台山在佛教领域内啊那是地位非常高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契机。中国政府跟达赖喇嘛又重新进行了9轮谈判，那么这9轮谈判的首席代表啊就叫洛珠。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达赖的二哥啊，就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啊，他到时候后来就跑到了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里头买了地，开了一个面粉厂啊，就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这个洛珠呢，早年也是跟着达赖一起从西藏跑出去的。上个世纪82年到84年，跟中国政府之间那个秘密谈判，他也参加了。后来在2002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这中间9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政府啊跟达赖喇嘛之间啊一共进行了9轮谈判。但是这9轮谈判应该说越谈越艰难，双方的立场呢也渐行渐远啊。这个洛珠呢是达赖喇嘛这个中间路线的一个倡导者。所谓中间路线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能独立。而很多西藏人认为呢，西藏原先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争取西藏独立。所谓中间路线，就是说我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完整，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也不独立了，但是我们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范围内实现西藏的高度自治。这就是所谓的中间路线。这个中间路线我刚才讲了，从当时1986年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来的5点声明，再到欧洲议会的那个7点声明，慢慢形成的。那么这个在整个这个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总统卡特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当然是前总统了，不是现总统啊。这卡特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还不错，他从中斡旋。但据这个洛珠讲啊，卡特有一次把他叫过去，他说：“你们这个方案不太对。”为什么不太对呢？他说：“你提出个大藏区方案，因为达赖喇嘛就说，在中国要搞这个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啊，必须把青海的、四川的原先的那些藏区啊，通通都回到这个西藏这个里头，成立一个完整的由西藏人统一管理的这个自治区。”但这个方案呢，卡特就说有点过分，说你想想。你们过去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要搞这个大藏区方案呢，这大藏区方案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呢？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是正式拒绝了达赖喇嘛的这个所谓的中间路线啊。这中间路线里头就讲到了，你这个大藏区方案要求过分。为什么要求过分呢？这大藏区方案里头一共有2000万人口，你藏民只占30%，你要求把其他的都给驱逐出去，说这里不能像这里搞移民，那你是对吗？所以中国政府把这个大藏区方案成为了否决中间路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到了2011年啊，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达赖喇嘛正式卸任了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首脑的职务，因为要搞政教分离嘛，要跟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来并轨嘛。那么于是呢，达兰萨拉搞了自己的议会，选举了自己的首相。这一来啊，这谈判就出现了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呢？因为中共啊跟达赖这边的谈判呢，他只承认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不承认达兰萨拉作为一个流浪政府的地位。所以你虽然谈判代表过程中有很多都是达兰萨拉的这个高级政府的官员，比如说你有政府的议长啊、部长啊，但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只承认这些人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那达赖喇嘛既然从达兰萨拉的这个行政首脑呢退出来了，那你达赖喇嘛你还能代表藏人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吗？所以双方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现实的矛盾。所以自从2011年之后啊，中共跟达赖喇嘛之间的谈判也就陷入到了停顿之中，一直到现在。
那综合算下来啊，从改革开放之后啊，中共政府啊跟达赖之间大概经历的这么几个阶段，我自己分析啊，首先第一个阶段，邓小平时代啊，可能邓小平确确实实有一点心思啊，想要解决西藏问题，因为当时啊，香港和澳门没有回归，台湾也没有回归，所以他希望能够解决西藏问题，给香港和台湾来看，当个样板。所以那个时候啊，实际上他真的是可能发自内心想要解决西藏问题。所以实际上，达赖萨拉跟中共政府达成协议最好的时机就是邓小平主政时期。但是呢，一方面啊，双方缺少互信；另外一个就是89年之后，严明富这批党内的开明派都被清洗掉了。清洗掉了之后，在上任的这些统战部的官员相对来说立场都越来越强硬。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是以维稳为核心，只要不出事儿，我就不搞了。所以对西藏问题的基本上就冻结了。到了胡锦涛时代，重新要搞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开始重新谈判。但是这个时候啊，更多的实际上是形式大于内容，双方的立场也渐行渐远。尤其是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啊，我猜啊，他的观点是这样的：时间已经不在达赖喇嘛这一边了。因为你达赖，你现在已经80、90了，对不对？你总要人生的自然规律嘛，你总要圆寂嘛，圆寂了之后，你总要转世嘛，你只要转世到了我中国境内，我中国再转世一个达赖喇嘛，我把这个达赖喇嘛再把他培养起来，培养到16、17岁，让他当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不就听我中共的了吗？就像现在的班禅喇嘛一样嘛。所以中国政府一方面认为现在西藏这个地方啊，它现在建设的还不错。藏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呢对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啊没有过去的那么虔诚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希望通过转世作为一个契机，重新控制达赖一个新的达赖喇嘛，掌握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的话语权。我记得阿伽活佛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对于中共来说啊，他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认为啊，台湾就是海里的鱼，还不一定把它抓回来。香港呢是鱼缸里的鱼，对吧？就这么大范围内你的游。而对于西藏来说啊，他们就是餐桌上已经做好的鱼。所以你知道中共为什么不会妥协了吗？中共是非常现实的。你如果是海里的鱼，它就可以给你很多条件，那让你能够进到一个鱼缸里。如果你是鱼缸里的鱼，它呢就会对你较少的条件，你不高兴就给你弄到餐桌上。那如果你已经是餐桌上的鱼，那他还能给你什么条件呢？所以阿伽活佛说，虽然说跟中共这几十年的接触啊，接触总比不接触好，但是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啊，对于今天的海外的流亡藏人来说，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虽然说中共啊，将来他认定的达赖喇嘛，海外不一定认，因为海外可能也会再搞一个新转世的达赖喇嘛，会出现2个达赖喇嘛。但是啊，你这个达赖喇嘛重新成长起来，还会具备这一任的达赖喇嘛那么高的国际威望吗？就算具备，可能也需要30年到40年的时间，1代人的时间呢。那么这1代人的时间，现在的达赖萨拉藏人的行政中央，如果没有一个宗教领袖做号召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海外流亡藏人的号召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呢。所以啊，中共就认为时间在他们这面，并不在达赖萨拉这一面。那么未来究竟会如何呢？那关于啊这个转世灵童的问题，到底应该最终是怎样一个方案呢？达赖喇嘛也说了，他在今年7月份他自己生日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方案。好了，到时候我们来继续来看啊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问题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when I meet some media people, one asked me about reincarnation. Then I took away my glass and looked at his face. Judging my face, is it quite hurry or not?